GF 小队最后的成员及其现实三合体通用堡垒巨型高达登场。这里是纯白欢笑的分享时间，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CW 系列的 GF 小队最后一位成员真鱼女神 F 型评测，这次也是三体全部集齐了之后终于可以合体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真鱼女神 F 型到底是怎么样。首先还是从板件开始，其实它因为和之前的 B 型除了本体以外只有外挂装甲那些装备是不同，所以大部分的板件其实是一样的，主要是在本体的通用板件上面做流道开关，去掉了 B 型不需要的零件，然后加上了 F 型的专属零件。比如说像这一块板件，这个右下角这一块就是 F 型流道开关上面开了之后新加的零件，然后其他的还是和 B 型那边是一样的。这块依然是本系列通用的 A 板件。然后是这一次附带的贴纸，还是和之前那个一样，也没分成两种。然后接着是这一次它的说明书，上面还是写着它的一些设定相关。然后说起来，这次 F 型和 B 型本体一样的情况下，武器就是比较寒酸了，就是只有那把剑和盾，然后身上的雪崩装甲的这些东西好像看起来表现只是能高速飞行，并没有什么其他功能，所以甚至于必杀技也就只是拿着那把剑有一个什么高速斩击。但是 B 型B 型的那个必杀技也是斩击啊，而且也是高速斩击，就非常的微妙。甚至于从那个漫画的表现上面来看， B 型的高速斩击还是那个巨型光刃的高速斩击，然后这边 F 型的高速斩击只是拿那个剑进行一个高速连击，就不好评价。然后全部的装甲拆下来之后，本体就是这个样子。拿 B 型的出来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除了头部的这个眼镜是不同的以外，其他全部都是一样的。而且头部的这个眼镜的零件是和 B 型一样，通过这个两个耳朵的这个侧面有个凹槽来进行固定的，都是可以拿下来的这个墨镜的部分。不过有一说一，这次 F 型的这个墨镜的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可以透这个墨镜很清晰看到里面脸部的造型。然后脚部还是有一样的头胶。然后接着把它这个装甲拿过来，它这个装甲的原型是雪崩装甲，但是它这个肩膀上那个很好玩的展开结构也是跟雪崩的设定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 SD 上面，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一个锁定效果。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卡扣，把这个卡上去之后，对应在这个上面，把上面卡住，再把侧面这个推进去，肋部就锁住了，这样这个肩甲就不会从这个肩膀脱离了。而且要注意的话，这个侧面这个它只是摁进去一部分，它不会完全把这个装甲闭合，这样就可以再锁进去了。完全闭合是后面的合体状态下才会需要的，在 SD 的状态下正常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脚部的话也是这里有两个接口，插上去之后可以把它简单的固定在上面了。这个样子 F 型的雪崩装备就直接装备在上面了，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值得一提的是，它后面的这个关节要掰到底，和前面这个脚掌形成一个平面，构成一个比站得很稳的一个接地。然后武器方面和 B 型是一样的剑盾，也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剑和盾组合在一起之后拿在手上。然后整个雪崩装甲的装备只是装备在它的肩甲和脚掌上，所以对它的本体可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本身的这个装备可动也就只有这个后脚跟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可动，其他就没有了。然后这个地方理论上可以动，但是你把它掰起来的话，整个脚就直接弹开了，所以在雪崩状态下这个关节是不要动的，一动就掉。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可动结构了。然后本体的话和之前是 B 型是一样的，所以本体的可动就不另外评测了。对可动感兴趣的可以看之前 B 型的相关评测。
然后前面 B 型有的问题，这个 F 型一样有。首先就是这个腰部特别的松，非常松垮。另外就是这个脚有时候动的时候也很容易掉下来。然后再就是他们的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前裙甲的问题，也是你按之前要稍微打磨一下。话仅仅只是活动前裙甲或者拔插，这个根部都是会容易发白的，特别是合体的时候需要这样。然后除此以外，因为都是和 B 型是一样的竖体，然后接口都是通用的，因此它在背后也可以直接把之前 B 型的装备进行装备在一起。把装备都装备在身上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从侧面看，厚度非常的厚，然后正面的话有几分马甲1的味儿了。只是可惜还差了2个大型外挂机械臂作为武器。如果手上要拿武器，也能把之前 B 型的那把纪元剑拿出来，然后和自己的纪元剑一起进行一个双持，然后配合这个背包来进行把玩。当然也可以把我之前自己做的那个 3D 打印件的透明件给它换上去，大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倒是有几分马甲1的味道啊，2个巨型光丝剑嘛。然后这个之前做的那个特效剑其实也可以单体进行手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能说效果还是比之前原版那个小剑还是帅多了，是吧？既然3个成员都有集齐了，剩下该做什么？理所当然的就是3合体了。在指挥官高达统一后 ，GF 小队3机可以进行有实现的合体，合体成为通用堡垒形态。说起来，我本来还以为这个3合体会有一个什么很霸气的名字，结果去翻了一下说明书，发现这个3合体形态日文翻译过来就叫通用堡垒，然后英文如果直接翻的话是叫做一般的堡垒，就无语了。合体后，我们再拿出一些东西进行大小对比。首先是可乐罐，然后是同系列的几个 SD 一起放在一起进行大小对比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接着再来看一下合体后的可动。首先是手部的最大上抬是这个角度，然后整个手侧面这个转动也是可以上面的速度自由转动。然后接着它的是小臂这里有个自转关节，而上臂这里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小臂自转，上臂不能转动。然后肘关节这个地方是大概90度的可动范围。然后手腕的话，因为是用了单体的头部的那个关节，所以也是一个球关的可动，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头部脖子的可动。然后再接着就是这个腰部的这个转动，它这个腰部因为用的其实是单体的那个量子队长的腰，所以合体之后还是用量子队长的这个腰的零件，就显得这个腰虽然可动是有，但是很松，而且一动就容易掉下来了，就很难绷。然后头部的可动就还是正常的习惯可动范围，然后活动也还好，没什么干涉。然后再接着就是背后这个背包，这个背包也是有一个轴可以进行转动。然后前裙甲这里还是这个系列正常的，整个前裙甲有一个球腕来进行固定。实际上这个底座就是之前量子指挥官的那个尖盾的那个底座，把它卡在上面。然后再接着就是侧面的这个裙甲也是可以由一个轴连接到一个球冠上面，也可以自由转动。另外就是这个可动虽然有，但是它动的时候身上零件各种容易掉。这个是腿部向前踢的最大上抬，然后膝盖的弯曲最大角度，然后脚掌也是这里有一个之前的活动结构变形的用的，你看这样一动这个腰就掉下来了。然后脚底的接地最大角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接着就是它的炮，把之前指挥官高达的那个小臂的手甲加上它的枪还有肩炮
这3个组合在一起之后，就是合体后的那个武器。在漫画里面就是用它消灭了陨石群。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款真人旅程高达 F 型，前2款的数字比起来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可能还偏高一点，因为除了都有的通病腰部比较松以外，相比于前2款，首先是它的脚站得很稳。B 型的那个后仰我就不说了，然后那个量子队长它的那个肩炮也是比较容易损坏的结构，而这个 F 型的话就是发挥比较稳定，没什么大毛病。然后3合体之后，主要的问题还是零件容易掉，其他的倒是都还好。可动在 SD 的合体里面算是很不错的了，不能以 HG 或者 MG 的要求来看的。你放以前的 SD 合体，那都是雕像级可动。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